朋友们，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把物质无限地分解下去，从物体到分子、原子、量子、夸克等，最后会分解到空吗？或者说，在这个三维世界，物质会完全消失变成空吗？根据物理学能量守恒定律，物质永远都不会空，它只是转变了形态而已。就像水在不同的元气条件下呢，会呈现出液体、气体和固体三种不同的状态，但它的本质都是水，它在这个物质世界永远不可能空。那有人可能就会问了，很多经典呢总是在讲空，那到底什么是空呢？其实很多经典上所说的空呢，并不是讲物质上会消失或者会空。如果你认为物质不断地分解下去，到最后就会变成空，那多少个空才能形成一个量子呢？所以在物质世界你根本找不到答案，因为根据能量守恒根本不可能空。那为什么又说它本空呢？因为从内在的角度来看，三维世界所有的一切都是内在显化出来的幻象，幻象当然是空了。就好比你现在想象一个美女，一个美女的画面就会出现在你的脑海。那我问你，你想的这个美女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幻象？你现在做了一个梦，这个梦里的场景和人物对你来说是不是一场幻象？这个幻象是不是空？难道它们是分子量子组成的吗？所以从内在的角度，这些都是影像，所以叫做空。但是因为有影像也不是没有，所以叫做妙有。从新的角度来看，这就叫做真空妙有。那这些妙有是怎么来的呢？当然来自真空的第一次波动。为什么会有这一次波动？因为这个宇宙就是这么运作的，这叫法尔如是，道法自然。而这个波动呢，佛家叫做一念，这个波动干涉成的相也叫一尘。那么我们在1秒钟内到底有多少个念头产生呢？你看我们看电影，每1秒钟的画面都是由24张静止的画面堆叠而成，这样你就能看到流畅的电影。所以这个三维世界是否也是一张张静止的画面堆叠而成的呢？根据经典描述呢，我们在1秒钟内能产生1280万亿次念头。这个数据只是形容有无量的念头生出，大的波动形成大的物质，细微的波动形成细微的尘埃、分子、量子。如果用现代量子力学解释，就是一个量子波动就是一念，念念相续就波动出了整个三维世界。念念什么意思？就是没有间隙的波动，这些波动干涉成像就叫念念成像。也就是在三维世界中你看到的一切山川、水木、昆虫、动物，有形无形的生物都是这个念的波动现象所产生出来的。虽然是物质，但是也有精神在里面。为什么？因为都是波动现象产生出来的。所以经典把组成宇宙万物的基本单位叫做一尘，也叫一念。而念波动产生的画面呢，就称为一合相。什么是一合相？一合相可以分成2种，一个就是我们心中会产生一个影像，比如你现在想一个像，比如你想一只鸟正在朝向你飞过来。虽然你想的这个画面是动态的，但是它是由静态的画面累积而成的，这个静态的画面就是一合相。而我们想到的动态画面是静态的一合相堆叠而来，不断的堆叠。为什么？因为自性系统本来就具有这种功能，它停不了，它本来就会这样运转，不断的堆叠，从而产生一个动态的影像出来。而如果在这个影像游戏中再加入色声香味触这几种幻觉，那这个游戏就如同真实世界一样了。你看梦境就是这个道理。但是这个动态幻象的本质是由静态的画面堆叠而成，因为速度太快，
所以看起来就很真实流畅。而由于画面在不断的急速堆叠，也就是在不断的进化，所以你就看到了生物的生老病死，万物的生住异灭。而所谓的一尘，就是起源于我们微小的一念，它能产生宇宙万象。从量子的角度来说，能量波动的属性能够遍布整个宇宙虚空。如果以当下的你为质点，那么所有的信息能量都会穿过你，这是能量波本来的属性。如果在大海中取一滴水，那么所有的能量波动都经过了这一滴水，也就是说，一滴水包含了宇宙所有的信息。就像在你身上取一滴血液，就能检测出关于你身体的所有信息，这就叫一即多，多即一。如果把自性系统称为真空，那么从自性系统显化的一切就是妙有，最微小的妙有称为尘，而大的妙有称为世界。所以才会有一微尘即非微尘，是名微尘；一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就是在说，凡是从自性真空系统出来的妙有都是虚幻的，都是梦幻泡影，都是有为法。什么叫有为法？就是有生住异灭，这些都是假的，所以妙有就是假有的意思。每当你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假的时候，你想想梦境就能理解了。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不要执着？因为它完全是假的。但是很多人呢，把全部的精神都投入在假的东西的建设上，在幻象上不断的攀援，甚至将那个假有的游戏皮肤执着为我。所以就在游戏世界的6大副本流转不已。就像我们本身都是大海，因为波动而起了浪花，我们却将浪花当成了自己，还去执着浪花的形状、大小、快慢，却忘掉了我们就是大海本身这一事实。讲到这里呢，给大家延伸一下，大家呢就当故事听。我们上面说，你可以在心中想象出一个像，在这个维度呢，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比如你还是想了一只鸟朝你飞过来，接着你再想这只鸟突然出现在深山，是不是就出现了鸟在深山中的画面？也就是说，你想什么就会出现什么样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受任何的时间和空间还有规则的限制，只要你想什么就能显化什么，无穷无尽。但是这个世界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能看见？也就是说，每一个独立的意识体都能想象投射出属于自己的独立世界，就像梦境一样，是意识体投射出来的一个独立的世界。但是当无数个这种意识体频率相同或接近的时候，他们的想象或者梦境投射出来的世界所显化的物质频率也就相同或相近，所以看到的东西也就相似。如果我们把意识体分为潜意识和显意识2个部分组成，那么潜意识的部分就会投射出一个频率固定的世界，而显意识就负责在这个潜意识投射出来的世界中进一步的活动和造作，反过来加深强化潜意识。那么无数个拥有相同潜意识频率的意识体，就会投射出一个重叠的世界，而他们的显意识就会在这个同频的世界中造作。最后所有的意识体竟然忘了这些画面都是自己想象投射出来的，并还沉迷于其中。从高维看3维的世界，时间是凝固的，就像一卷录像带一样，在3维世界只能1分1秒的度过，而在高维度则是可以看到全部。也就是说，降维到3维世界的意识体呢，因为受到自身频率的限制，只能1分1秒的去度过每一帧的画面，无法看到全部。由于一帧一帧的去看每一个画面而产生的觉受，就被称之为时间。那么高维度的意识体为什么会到低维度的世界呢？因为执着和分别，它们会不断的降低意识体的频率，
原本在高维自由意志的世界，即自主选择体验各种觉受的世界，为了将情绪觉受探索体验到极致，就会化身成游戏角色，执行自己提前设定好的剧本，以此来体验自己为自己选择的各种觉受。但是由于体验得太过深刻，能量渐渐被那些放不下的情绪所撕裂，就像一个贪玩的孩子，渐渐被六根、六尘、六识以及头脑小我系统显化的游戏世界所吸引，不断的攀援，不断为自己设定新的剧本，供自己玩耍、探索和体验。而当意识体不断的开发扩展，并体验各种爱恨情仇剧本所带来的情绪觉受的过程，就是循环。由此衍生的6个游戏副本，俗称6趣，这也造成能量越来越脆弱，以至于忘记了这些剧本是由自己设计的，也忘记了自己来到剧本的初衷。这时候有人可能就会问了，既然在高维看低维的时间都是凝固的，也就是说过去和未来是确定的，甚至剧本也都是固定的，那还来体验什么呢？在这个世界里，其实每一个同频意识体投射坍塌出的世界呢，既是独立的，也是共同的。在每个当下自身频率不改变的情况下，剧本是不会变的。但是如果某天你醒悟了，知道了这个世界的真相，知道你来这个世界就是体验和感悟的，那么你就可以做出跟原来人生不同的选择。做出这个选择之后，就会以当前为节点产生一个新游戏的分支世界来对应你新选择的结果。所以每一个当下都有无数个平行宇宙坍塌生成，而这些平行宇宙之间的差距，有时候也只是几根毛发不同的差别而已。所以我们想改变自己的世界，吸引想要的一切，就要时刻觉察自己当下的起心动念。最后呢，总结一下，为什么我们听了这么多的道理，却还是没办法开悟呢？在当下的时空节点呢，被描述为五浊恶世、末法时代。就算我们当下开悟，可过一段时间后呢，又消失了。这叫得道易，守道难。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身边所有的人，特别是关系亲密的人，比如你的伴侣会告诉你，好好赚钱，有美好的家庭就够了，考虑那么多干什么？加上你自己本来的习气，你就会觉得别人说的好像也有道理。所以大多数人的现状就是听闻善知识的时候，如同醍醐灌顶，可转头呢就忘得干干净净。那你说何时才能见到呢？除非你不受这些影响，不然很容易受到自身习气和周围环境的影响，迅速地回到原来的剧本和固有思维当中。为什么古代守道相对容易？因为在古代跟随一个师傅，短则3年，长则一辈子。因为每天跟着师傅不断的熏习，不断的在世上练，从怀疑到笃定。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说要不断去世上练的原因。只有自己的体悟真正的得到验证，才能笃定。明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